是秦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量化。好，今天呢，同样我们要邀请到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老师来帮我们点评。老师好，大家平安。好，亮哥呢，每一次只要来我们节目，我们就很开心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看到亮哥就仿佛看到了一道光。什么意思？他不但帮我们解析国际局势之外，还带我们吃好吃的。来，今天呢，我看到我们现场，我刚走进来的时候，其实我想说，我们今天录美食吗？因为太香了，我的妈！这个呢是有力脆皮猪，好，有力脆皮猪呢，是我们现在时尚玩家。我昨天就吃到了。你比我还快。昨天上钳子的大白话。哦，好，我跟你说，我是那个先前呢，这有试吃过一次，然后我就想说，天啊，这个东西这么厉害，我怎么会不知道？发现大白话最好都要上4点到6点那一档。午茶时间，我跟你讲，这个中午时间，我们只要是 tea time 或者是 lunch time， 我们都会有相关的配合。好，来看到有力脆皮猪哈，这样子呢是这样一炸，买的时候呢是这样完整的一条，然后炸出来之后，我们直接来看成品。好，这个成品呢就是非常的酥香脆，而且呢要告诉大家，这个呢是我们现在跟这个时尚玩家购物网的一座合作。那在市面上哈，这样子一条，基本上你去菜市场买。现在猪肉也很贵，所以呢，现在他帮你炸好之后，然后呢，还直接冷冻运送到你家。爱惜罢扣不 ，man 不用400块钱。所以呢，很多人会先问我说，便宜之外 ，CP 值有没有高 ？CP 值高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让大家觉得好吃，马上先请亮哥先帮我们来测试一下。我昨天就吃了。你昨天就吃了，而且呢，这个很特别哈，这个就是要沾那个梅粉呐，哈，所以呢，要沾梅粉，对，沾梅粉，然后呢，这个还可以你自己配泡菜啦，或者是配辣萝卜啊等等这一些东西。好，这个部分呢，我们等等呢要再请亮哥来帮我们点评一下。你烤吃呢？很脆是不是？它这个不咸，因为通常烤肉有时候会太咸，它味道就是刚好不咸，然后这肉香都还在里面，肉香都还在里面。讲的我真的是，然后还要加上泡菜呀。你吃东西真的很好吃我这个人就很适合当吃播啊，真的。我跟你讲，我本来是想说我们节目开到一半了之后才开始播，结果亮哥跟我讲说，东西放在那边不吃吗？我们吃播吧。我说好啊，那就来吃播啊。亮哥很会吃播，好，来在吃的同时呢，好饿哦。好，没关系，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一个正题哈。这个是要讲什么？是在讲说，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其实也要很担心的是什么？是美方他担心整个在亚太这边被中国给蚕食鲸吞。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呢，这个是美国媒体的报道哦，这个是华友的报道，讲说呢，他们美国发现了，怎么会是共军直接骇入了日本的军事网？然后呢，其实川普时期就有发现，之后呢，拜登上台之后，是在美国的监督之下，帮忙他们强化他们的网络安全。然后呢，日本这边呢，其实也很担心美国会不会把它全身上下摸透看光光，所以呢，他有特别早就被摸透了。他有特别防堵，没有是不是？早就被摸透。你怎么样来看？日本哪有什么情报？你怎么这样来看现在这个讯息？因为讯息出来之后，大家就是在问，第一个就是会不会影响到美日情报交换嘛？因为是美国说的，那担不担心日本情报会泄露？美国这边马上说不会。但为什么要释出这个讯息？这个各国的军情单位互相渗透对方的情报，这个坦白讲是不可说的秘密啦。那不然中国那个火箭军的资料怎么会外泄？对，去年12月美国空军大学那个报告根据什么？你没有害吗？你没有去害中国的火箭军的资料吗？我才不相信。那日本是战败国嘛，基本上像日本啊，还有韩战，因为美国介入，所以基本上日本跟韩国的军方有关军情的网站，还有整个情报网，美国是摸得一清二楚了。事实上，我跟你讲，那个美国因为是2战的最大的战胜国嘛，所以很多地方他都接管了啦。所以情报他当然也接管了。是，比如说日本事实上日美的防御条约，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啊，只是还没有发生而已，所以你不知道。比如说你表面上看美国好像在日本有很多基地，对不对？实际上它的权利不是只有基地啊，它还包括，如果真的发生紧急的状态，
他可以征用日本的土地，你知道吗？他权力很大的。那日本跟韩国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战争权啊，就是发生战争的时候，主导是在美国所以你去想一想，一个具有主导战争权的国家，我怎么可能不来摸底啊？你怎么可能有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那不太可能啊。所以比如说日本要发展这个1000公里的长程飞弹，对，这美国当然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那只是说，因为坦白说啊，全世界的那个军情系统啊，日本根本就排不上名啊。我们常常听到的就美国嘛，俄罗斯嘛，英国军情5处，对不对？那勉强还算得上的，大概就是法国跟中国吧。对，因为这个都是有独立的军方的，你一定要有独立的军事系统，你才会有军情系统啊。是。那如果是美国协助，或者是美国一开始就透过共同防御条约进驻，那基本上都是美国控制的。所以这种新闻，华邮这个叫大惊小怪啦。美国本来就常驻日本啊，对，哪有什么日本会紧张？日本根本安全网都在美国下面啊。这个就好，只是说有时候美国不分享给台湾，那日本有时候会偷偷帮忙，差别就在这儿了。比如说1996年那个2艘航空母舰，美国啦，不是进驻一个在基隆外港，一个在高雄外港，是这个情报是日本人告诉李登辉的，不是美国，你不要搞错哦。可是美国后来知道了就算了，这当然就是因为李登辉跟日本人特别好嘛，对，所以日本人才会告诉你嘛。这种情报我们自己不知道，明明就在台湾周边，结果你不知道，你知道吧？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台湾的情收系统有很多资讯都是直接传到美国嘛，所以你不知道嘛。可是美国会分享给周边的国家嘛，所以他可能就分享给日本了嘛。结果我们竟然是日本告知，所以这个就是军情的实际运作了。是。所以这个新闻其实你不要太意外了。但是其实呢，现在您刚好特别提到，日本它现在要增加它整个飞弹的射程嘛，到1000公里嘛，然后包括它把运输机全部再加装，然后还有攻击变成轰炸机，然后包括它现在加贺号也加装改装速度在加速当中。好，这一些过程呢，基本上我们又看到它就是按照原本的预算，它就是防卫预算一直在增加。那当然整个围堵的气势，我可以继续吃吗？当然啦、你看，好，那我们再来讲讲整个围堵的气势就增加了啦哈。可是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也想要请教一下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呢，它在整个的这个他们在这个北极圈这边阿拉斯加这里，它基本上是从第一次中俄的这个巡回，第一次是日本海这边，然后之后就进到了极圈这里。你怎么样来看？极圈这也不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二次，对，那当然第一次是南昌嘛，有万吨10艘，对，有万吨大区，这是11艘，这是11艘。你怎么样来看？因为整个这个地区的局势好像是在改变当中。那有人就是这样讲，就是会挑战到盟友关系，会让彼此可能会更加紧密，也可能会更加的敌对。你怎么样看？这个往北极圈走跟日本关系不大啦。说实在，我觉得这个事情这里是俄罗斯的地盘嘛。对。你从勘察加到阿留申，阿留申事实上有部分小岛是俄罗斯的。那上去就是阿拉斯加嘛，对不对？那这个是俄罗斯常走的海道啦。就俄罗斯本来就是北极圈的大国嘛。对。那它当然主要是在西边啦，就是白令海峡进去之后，它是往西边往欧洲走啊。那俄罗斯长期在经营这一块，所以它拥有最多的破冰船。现在全世界的破冰船，俄罗斯占64艘，大概占了80%。那其他国家你说在干嘛？因为他们没有努力在经营这一块。比如说挪威也有北极圈有个港口，可是挪威的破冰船只有2艘啊。就是俄罗斯就是全力在经营，那美国并没有直接在北极圈嘛，那是加拿大可是加拿大那边的北极圈的地形比较不好，就是有点破碎了所以真的要找到优质港口也不容易可是这个是商业的部分，我们现在是讲军事的部分，
因为地球是圆的啦，对，所以中国到美国最近的距离，事实上是穿过白令海峡进入北极圈啊。对，那因为导弹没有登陆的问题嘛，导弹是射程到就可以了啊。所以中国大陆的军舰如果能够从白令海峡进入北极圈，那它的飞弹就可以射到美国所有的地方啊。所以你就不需要用到洲际啦，什么射12000公里那一种啊，你那个稍微射程远一点就射得到啊。那这一次是你会，但令美国比较惊骇的是，俄罗斯为什么要把中国拉进来？因为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俄罗斯的地盘，他不会让中国进来的啦。可是已经连续2次了。对，我觉得因为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真的发生了一些状况。比如说俄罗斯就赫然发现他没有办法造军舰，因为他的船坞都在乌克兰。那以前他们是一体的嘛，因为最近有一个资料公布了这个叫世界军舰的名录。对，那结果总积分美国大概是332分多吧那中国大陆是328分，排第2那美国高分是因为它有11艘航母。那你如果航母不算那中国是遥遥领先那俄罗斯是第3，可是俄罗斯是242分，你看落差多大？第一个美国323，中国319，俄罗斯中国319第2，对对对，然后俄罗斯第3 242，所以那个差距你就感受得到了。对，那你去看船龄，军舰的年龄美国平均是23岁，那中国是13岁，然后俄罗斯是30岁，所以俄罗斯也知道未来如果要联合巡航啦，要到北极海、白令海峡这一带他也知道他作战舰不够了，或者太老所以他最近也传出了说，他跟中国说，我可不可以买052D 他也开始动了。对，为什么？因为他卡到乌克兰，他没有船坞了。他因为以前是分工嘛，以前是一个国家，那现在就卡到了，不然怎么可能平均年龄30岁呢？你就知道那船有多老嘛。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啦，就是俄罗斯发现他的海军的能力，大概他比较强的都是战略潜艇那战略潜艇俄罗斯是第一流的啦因为它核弹非常多那这个部分中国还要跟他学习可是如果就作战舰来讲，还有航母俄罗斯只有1艘航母，因为老古董那中国现在有3艘，那预计到2030可能会有6艘所以你看这个态势嘛，所以俄罗斯也会想就是说，哇，这种情况之下，然后日本又一面倒向美国，然后日本的军费你也知道嘛，它的军费今年增加30%，对，那未来5年要增加100%那日本一定会造一些作战舰轻航母等等因为它现在已经有3艘直升机航母，对所以俄罗斯当然会去想这个问题嘛，它单独要面对日美联盟吗？他可能受不了吧，所以他就要把中国拉进来，那你应该问说，那中国为什么愿意中国我看他是乐歪了不管战事、军事的角度、经济的角度，其实都不错我跟你讲我再讲一个数字告诉你我再讲一个数字我们知道这个气候暖化之后，北极航道就会渐渐可以通航嘛，对，那现在夏天基本上已经不用破冰。不用破冰的情况下，从中国到欧洲，那运费可以减少105%，哇，1倍半，而且速度更快。那如果是需要破冰，那大概可以节省60%。哇，也是过半。是啊，所以你去想嘛，因为中国大陆一定想要争取这个航道嘛，那上面最重要的港口就是俄罗斯的港口，对不对？那你现在已经得到海参崴，可以作为内陆港那未来库页岛也会合作，所以中国大陆当然愿意就商业角度那就军事角度，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嘛，他到美国的最近的道路就是走北方不是到南方因为你去想嘛，从南太平洋这样绕一圈上夏威夷，
再到南美洲绕一大圈啊，因为地球是圆的，非常远啊。那中国大陆还要穿过第三岛链，还要经过澳大利亚那边南太平洋的制衡，你知道吧？而且那一带都是美国的地盘，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战败嘛，所以南太平洋的所有的岛屿都被美国占领。从塞班岛、关岛到中途岛到夏威夷，都是美国的力量。那美国现在还要来加大，他还要设一些军港，对不对？所以你从军事的角度看，中国当然是往北走啊，不只有商业的利益，又有军事上的快捷通道，何乐而不为？所以就变成是俄罗斯也需要你，中国大陆也很乐于接受啊。所以你从这里刚好看出来，俄乌战争啊，真的最大的获利者是中国了。结论，因为我跟你讲啊，美国它是获利，可是那是第一年，第一年明显获利，因为大家都要买军武嘛，那要买 LNG 嘛，对不对？那美国最大的获利是它重新主导北约，对，那这个是明显的利益没有错，可是中国几乎是全面性的，它的全面性就是说，美国你是主导北约没错那我是解消了跟俄罗斯的所有矛盾对。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就可以盖了，然后中国、蒙古、俄罗斯那一条天然气管现在就可以盖了，黑龙江大桥就通车了，对不对？以前哪可能这样？那现在中国还可以去搞中亚峰会，这以前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事啊，所以就俄罗斯就放手因为俄罗斯想到，如果不让中国的力量进来，那就是美国的力量进来那他当然宁可让中国的力量进来那本来到处在开花结果，你现在就看到，不只是中亚开花结果，现在轮到北极这一块也在开花结果。那你往下看，当然就是库页岛的合作，日本北方四岛的合作，海参崴的合作。那事实上还不止这样，东北各省突然之间经济成长猛爆猛爆，就东北的经济从来没有那么好过那就是因为俄罗斯就突然之间边境贸易变多了嘛，那很多东西要经过东北嘛，就本来中国正在苦恼怎么去救东北的经济那突然之间现在有了一股力量了，那你更不要讲俄罗斯因为被贸易制裁嘛，所以很多东西都买不到所以中国的手机华为啦、通信那还有北斗卫星那现在还有汽车，一面倒吃掉俄罗斯市场，就是这样大赚，而且他还就是而且看起来保持的没有很止境中立，看起来没止境，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不可能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因为俄乌战争看起来短期内你不要讲制裁了，停火都不容易，对，即使停火也不会取消制裁，因为并没有和平协议嘛，两码子事，没有和平协议嘛，对，所以眼看这件事情就是要一路拖下去了，那一路拖下去，就是中俄矛盾就突然解消大半了。它不止解消大半，还增加了很多中国青年去娶了俄罗斯老婆，这样。上次广告期间，亮哥跟岳老师两个人讨论最热烈的就是这一题。因为现在网络上一大堆俄罗斯老婆那边当网红对但是必须要讲确实中俄关系在这个俄乌战之后是有很明显的改变，然后也就在这个时候，基本上在阿拉斯加这边，我们刚刚讲了，他们这个中俄舰队的逼近之后，他们当地的这一些议员们他们就赶紧的，就是告诉他们的这个美国政府你们要来帮忙你们上次只来一个就是海岸巡卫队的一艘船而已，这次有了，这次 P8A 也开去了，然后来了4艘巡逻舰这样子，他就觉得他好像比较安心一点点，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军方极度紧张但是参议员他就说，你看我争取了4艘船，我知道穆考斯基的儿子啦，我知道，那共和党，但是当然啦，对军方来说，但是因为他也是无害通行不是吗？大家都一样。他不是讲说他没进到他们的领地吗？我跟你讲不，美国也没有进入你的领海对啊。我觉得这个叫做，你如果从深一点的角度看就不只是
中国跟俄罗斯在背靠背了。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大概学会了新的因应模式了。比如说你美国对我打科技战嘛，对，那我加耕者就反制出口啊，是，就开始做管制嘛，对不对？8月1号开始，你9月1号无人机管制出口，那科技是这样，我军事也可以这样啊。你3不5时来我这里自由航行，我也要去你那边自由航行啊。那从北方更快啊，不是吗？而且我还带了一个好朋友，那个本来俄罗斯就有在自由航行，对，本来就有，那个对俄罗斯并不是新的事，但是是中俄联合舰队一起，这是新的事，那美国对俄罗斯3不5时来一下也习惯了，他现在不习惯的是中国也参与卡，而且他传来那么多，而且未来会越来越多啦，搞不好未来还有航母呢。那航母要干嘛？哦，航母也要比较远啊，航母也要出去一下吧，不然要干嘛？所以不是只有万吨大驱来而已。当然不是啦，事实上补给舰也跟着啊，因为它目前都还没有到核动力嘛，所以补给舰要跟着啊，因为1艘补给舰大概可以补给4艘船吧，就是它基本上还要去想，我开太远能不能开回来啊？对不对？那核动力就没有问题了嘛。那我认为中国大陆早晚会有核动力航母了，那到时候就轮到核动力航母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会定期化，而不是定期化，常态化。常态化，就是说美国恐怕以后就要习惯中俄联合舰队来你周边 say hello 了啦。走走看看，就像他去南海周边走走看看一样，对，就是你往我这边走，我就往你那边走。那你说是自由航行啊，我也是啊，我也没有进入你的24海里的临街海域啊，我没有进去啊。是哦，彼此就会这叫互别苗头啦，有来有往。因为你以前做不到嘛，你现在做得到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就比较长的趋势来看，对美国是不利的，因为中国的作战舰一般估计现在已经超过400艘了，对，那美国现在只有200多艘，对，而且美国还要顾7大洋，那中国大陆只顾太平洋，对不对？所以当然他可以出的招多了耶。就是以全球都是他家的概念，他的那个叫什么僧多粥少，到处都要分，到处都要分，对不对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办呢？比如说你地中海跟波斯湾总要有吧？新开去啦。所以美国就一定要有，对，不能中空嘛，对，到处都不能中空，那这边要怎么办呢？因为其实像刚刚亮哥提到的科技战，彭博社报道是说，他可能这1个星期这几天就要公布限制对中国投资，有可能呢是用税务规范来限制这个禁令，但是可能是只锁定半数以上营收来自晶片还有 AI 的中国企业，这跟原本讲的大规模全面性，好像缩很多，您怎么样来看？而且那个也很容易作弊啊。半数营收来自晶片，那我就把我的营收扩大就好了。分母分子的问题，本来就是啊，所以我是觉得。他现在为什么会突然缩这么多，然后让这个美国媒体他们现在其实是在讲说韩国媒体这边有抱怨啦，说你现在10月就要到期的三星还有 SK 这一些厂的传统晶片产量，你又要再跟我们限制，那你们自己好像又没有那么样的往前 push， 他们其实会觉得这个我认为是韩国自己在那边自导自演真的不，因为美国商务部。前一阵子已经说要让三星、还有海力士、还有台积电再延长1年，对不对？对。那因为是从10月21开始制裁嘛，是，所以没有做。如果本来是1年10月就到期了，对，那个时候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啊，说要再延1年。那现在怎么会有这种不知道，现在就突然然后事实上他讲这件事情，因为当初就已经讲说，本来是要限制它扩大规模嘛，对，那。他用2个方式嘛，第一个是，新投入多少钱嘛，那个钱少到不可思议了，不能超过10亿美元，那简直开玩笑啊。那另外一条是说你不能扩产，那后来就宣布延1年了。所以我认为，因为目前没有任何英文的媒体跟进这个新闻，
所以我认为韩国是在这个就是自导自演，自己喊，看就他故意丢个新闻出来，那叫看美国商务部会回应一下，这样，有点这个味道了。因为我没有在英文媒体看到这个新闻。那你怎么看他现在的这个线索？你觉得？我先说，因为具体的内容没有出来。对，你现在只知道，因为美国3大科技公司，那个英特尔、美光，不是英特尔，然后那个高通，还有 NVIDIA， 不是去拜访了商务部吗？对。那你都不给个交代，我认为也不太可能啊，因为英特尔真的就是在中国有投资嘛，那你现在是要限制所有的私募基金，还有像英特尔这种投资公司啊，它一定有投资半导体的另外的公司了啊，所以你以后不能够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做任何的投资。这件事，美国的那个 VC 啦，就是创投界根本就是反对的嘛，对，他们认为你这样是非常不聪明的嘛。中国并不是缺钱呢，你不要搞错了。美国是透过投资来得到情报啊，然后来了解那个美国企业跟中国合作的模式嘛。那你现在不准人家投资，那你等于就是未来中国新创的发展，你都在一片黑暗之中啊。那这样对美国有好处吗？而且这等于就是你自己断了情报嘛。那事实上，中国大陆本来也投资美国的 VC 嘛，这大家都知道嘛。矽谷的 VC 本来中国占30%，是那在川普的最后1年把它砍断了嘛。可是中国一直没有断掉让美国来投资中国的公司啊，所以中国人就是比你聪明啊。钱为什么不拿？不只是钱的问题，钱事实上不是重点。让他进来参与我们技术，互相讨论嘛，讨论一下，互相讨论嘛。我发展到这里，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对，就是这一种嘛。那英特尔做股权持有人，他可能就会有董事嘛。所以这个就是中美要科技合作，他们认为这个是必走之路嘛。那结果美国现在要把它断掉，那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制裁措施了啊，因为有些人扬言说要扩张到对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比如说布莱德啦，或者是 MSCI 啦，那它的 ETF 都要做管制。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内容，我不能够乱推论啊。是，因为你要知道人家编 ETF， 那我怎么跟得上你商务部不断的在扩大黑名单啊？比如说你现在对中国高科技企业黑名单已经超过700家了，可是我 ETF 一推出来，你才给我公布啊。那结果那个公司在我里面，那怎么办？是啊，就是怎么办呢？你问得好啊。结果现在国会这边听证啊，说你们怎么可以投资黑名单的公司呢？那我跟你讲，那个金融界不可能去违法的啦。金融界就说，我设 ETF 的时候，它还没有变成黑名单啊，就是这样嘛。所以你叫人家怎么作业？比如说我每年都在推出新的资金嘛，对，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把那一家给列入黑名单？那你难道要我把这个 ETF 立刻 close 吗？那我的投资人又怎么办？不可能这样做事嘛。他一定要给人家一个时间，让人家退资嘛，然后这个资金再处理掉，然后再推出一个新版的，然后把那些公司都拿掉。那每年搞这就爆了，是嘛？就是这样嘛，问题在这里嘛。所以你这个等于是我讲白了啦，如果你真要这样干，所以你都不能够投资这700多家中国的科技公司了啊。那我们未来就来看你那个金融界的获利，有投资跟没投资差多少嘛？你懂我意思？美国的 VC 界，还有包括美国的资金啊、基金啊，从中国高科技公司获利的比例有多大？你现在要自己断嘛，那自己断，那你自己去比你就知道了嘛。那我就看你去哪里赚钱。如果中国的新创你不能投，那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能够有倍数成长的公司并不多因为独角兽现在中国就一大堆啊，独角兽就是不是美国就是中国嘛，对，你其他地方没几只嘛，所以你就去碰嘛，就是这样嘛。是。
所以在接下来这个科技金融这边呢，大家可以好好来关注一下，到底它之后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啊？因为其实这个很多投资人呢都很在意这些事情。不过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要想要聊一聊，现在呢，在这个整个南海这边哈，大家其实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大家比较在意的是这一艘船呐。这一艘船它会不会突然之间也被拖走了？原因是因为最近台风是比较多一点点哈。那刚刚好呢，刚刚亮哥讲到的这个制裁哈，突然之间把一家公司纳进去。前几天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新闻，说呢，在美国这一边，他们发现了菲律宾呢，他们有去找这个中国马尼拉填海项目，有找中国2家企业请他们一起来帮忙那也都签了都做好了结果忽然发现，不对。有一家美国制裁美国就来关切。那菲律宾这边赶紧说，好，那我们赶紧来了解，看看他能不能继续做，是不是就这样停了？对，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对，那怎么办呢？这家早就列黑名单了。对，菲律宾是明知故干。没有那么不小心就对了啦，没有不小心。那要怎么看？你怎么样来看菲律宾这一件事情？因为在现在中国又公布了一个水炮驱离菲律宾补给船的影片，说其实我很理性克制。你看他这个打过来，他就是要告诉你我没有打到他的船上，很远你应该用离得很远，你应该用空中两。你说那个比较远的这个拍过去的，其实还距离蛮远的。对，距离还蛮远的。菲律宾的船好小。菲律宾主要是那4艘船，对，他带了建材进去了。他摆明了就是要修那个破船我不是只是补给，把粮食跟水他不会去挡你啦。主要是他带了建材进去了。所以中国不准你进去嘛，就这样那当然菲律宾很生气了。然后菲律宾这个回去之后，美国就说：“我挺你，我们一起再去。” Go。然后嘞？就菲律宾不敢去。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啦。美国就是故意要弄个冲突场面嘛，然后要变成国际新闻，因为美国的媒体它的论述权比较强嘛，对，到时候他就给你登一堆照片嘛，那他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你去审查那个南海行为准则嘛，所以美国最近给你设一大堆东西嘛，比如说他也把日本拉进来嘛，对，说我们美日菲是不是要讨论一下如何联合防御啊？这一些嘛，他简单讲就是要制造你审查南海行为准则的障碍，因为别的国家也在看嘛，比如说越南也在那边看说哎呦，这个中国这样修理菲律宾所以中国非常节制，因为那条破船已经放在那边24年了，是，那上面有7个人，那7个都是军人海陆的嘛所以中国也有点不想造成有人受伤啦，因为你如果硬去拖，中国当然可以做到了，它可以拖走，可是可能会有人受伤那受伤就会变成国际新闻，美国已经大做特做，那菲律宾南海行为准则就说我不审了，一定会这样嘛，所以这个不是中国要的结果嘛，所以中国是在等看会不会有台风进来然后他就用人道救援的理由进去，把那个船跟人都救出来。救出来？不，这个就是进场的名义啦。不然你现在怎么进去？你现在进去一定是对干嘛？所以你怎么可以给我停在仁爱礁，停一个破船停那么久？那中国大陆除非是提出影响海上那个生态，用这种理由，这就叫公道的理由嘛，对不对？那可是你现在又不能进去做海下生态的调查。对，就是说你要有证据了，所以最好的证据是什么？也不是说最好的证据，最好的时机是什么 ？timing。最好的时机就是台风来那我进去救人有危险性。对那我就人道主义把你救走因为有2艘大型的拖船就在那附近。已经 stand by， 因为他本来6月15说是最后通牒嘛，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是用这个字，就是海警的刑事法通过了嘛。对。那所以坦白讲，海警也是压力很大啦，因为你没有执法嘛，因为这个摆明了就是外国的侵权嘛。你如果认为仁爱礁是你的，那外国的船霸在那个地方，就是侵权不是吗？侵门踏户侵门踏户，你可以，这是刑事罪你可以不处理吗？所以他很尴尬所以坦白讲，中国海警已经等很久了啦。可是呢，他不要中计。
中计就是美国就希望你进来冲啊，最好把人打死啊，那就变成国际新闻啊。然后这种新闻到东南亚有一些国家就会感同身受啊，比如说越南就会感同身受啊，因为南海周边的国家，比如说印尼啦，那个纳土纳群岛外沿的那个经济海域，那个比较好处理，那是钱的问题怎么分配嘛。马来西亚也好处理，汶莱也好处理，就是越南跟菲律宾，那越南好不容易这个换了一个总理嘛，那现在那个总书记阮富仲是这个总理，那个基本上跟阮富仲都跟中国比较友好，所以基本上他们是想要搞定南海行为准则，所以美国也知道了，美国也知道他现在找越南没用，所以就来不断的鼓励菲律宾啊，勇敢一点，勇敢一点。那个美国就来送菲律宾巡逻船嘛，就这样啊。对，而且拜登这2天呢很有趣哦，他从上个月底开始不断的提到越南，先说越南的这个领导人说 G20 的时候呢想要跟我聊一聊，然后呢昨天吧又突然又讲说没有，他很快就要去访问越南，那大家说那是什么时候？白宫说我没有任何可以讲的资讯可以告诉你。好，那可是现在在这个您刚特别提到南海这一段，你觉得之后呢？之后因为有人讲了南海冲突，中国战略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像现在大家看到的是10艘船，好，这个是不要什么海巡，他们自己的海巡之外，好，海警之外，还包括了有军方这边，其实他也都在旁边等。但问题是什么时候是什么东西去？不了，他军舰在旁边等是怕有军舰闯入了，就是那就更复杂了。就是他，可是他要做好准备啊，对吧？是啊，所以他都 stand by 嘛。那你觉得后续这个部分，后续就在等台风？这真的是只能看天时地利人和。我刚刚讲的脚本不是掰的，不是我随便掰的，是有根据的啦。就是他必须要用人道救援的理由才能打走。对，比较没有争议啦，比较不会有吵架的空间啦。那拜登现在一直吵越南就是随口说说。拜登上次贺锦丽就去过越南啦。对啊，越南我蛮熟的啦，越南人口有9000多万嘛。结果贺锦丽那时候还在疫情中间，我还记得结果贺锦丽居然只带了100万剂疫苗去，那简直变成笑话一则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个给越南的钱只有1亿美元，所以你就看出这个真的能够帮上越南大忙的就是中国嘛，就是经贸上的合作嘛。越南连跟日本本来要搞的那个高铁啊，现在都耗在那里啊。对。结果日本跟他说，我大概估计2045年可以盖好。你听到大概就昏倒了吧，对不对？因为他已经看到中老铁路盖好了，然后老挝延伸到曼谷段现在也谈好了，现在正在盖。那目前曼谷段延伸到吉隆坡也在谈，那越南当然会看到啊，因为泛亚铁路有3条线嘛，我们现在讲的是中段嘛，对不对？中段就是从老挝就永贞了啊，永贞，然后到曼谷，然后到吉隆坡，那吉隆坡到新加坡那一段，因为新加坡就是不愿意用中国标准嘛，那就卡住嘛，不过那是你的事情，那段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那到吉隆坡，前面这样连下来，那另外就是那个西段嘛，西段就是缅甸嘛，那前一阵子是因为还在内战嘛，或者是内乱啊，那北部地区也有一些纠纷呐，所以那一段可能会最慢啊，那西段就是越南段了，那结果你日本，因为越南那个时候跟中国不好嘛，对，所以就跑去给日本了。就到现在还盖不出来，速度不达标。不是啊，因为中老铁路比你还晚嘛，结果人家盖完了。对，那你越南到现在都还没盖啊，就这样啊。然后越南当然也会看到雅万铁路， 9月，大概9月就要通车了嘛，对不对？那测试速度最高到340公里。我觉得越南一定会觉得心里在纠结啦，说哎呀，这个干脆给中国算了。可是问题是现在中国也怕到了，因为他就怕你这个政府反复了，因为他也曾经跟中国不好过，对，
而且中越情节是很深的啦。因为越南我比较了解了，斗争1000年。中国跟越南的历史是斗争1000年了。这个而且你去看越南的那个道路盖的雕像，通通都是跟中国交战的民族英雄。那个不是跟元朝啊，就是跟哪一朝这样。抗中大将这样子。对，可是蒙古你也不能说是，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蒙古嘛。是。所以其实呢，在这个整个南海这边，我们刚刚讲到了哈，菲律宾跟越南可能是比较有意见，可是呢，我们也发现什么？发现中方他现在在军的这一块，他们其实是蛮直接的哈。比如说先前啊，这个美国他们这边呢有稍微抵近侦察一点点的时候呢，他就会很直接的告诉你说你不要进来。好，现在呢他们又再次的公布了8·1建军的时候，他已经有公布一系列的影片，然后后来在长春航展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歼20空中加油这些精彩的画面。现在呢，他们自己央视公开的，就歼20它驱逐外机，而且呢是2台飞机包夹，就是有一种越来越狠的感觉。想请教亮哥，你觉得他这些一步一步的这样子的释出是什么样的一个讯号？他越来越要以歼20当作主要的军机啦。那有人估计啦，说到2030年会有1000架。对。目前大概已经有300-400架了啦。那因为它是隐形战机啊，所以你看不到。那搞不好就是突然之间就在你前面了。好像说火控不打开你就看不到它。看不到，对。所以这个很麻烦啊。这个坦白讲最头痛的是美国啦。我们讲白了啦，真的敢介入的，造成必须驱离的，大概也只有美国吧。后来美国的那些 Anglo-Saxon 的小弟们都不来了，比如说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被驱逐过。铁丝网啊。对，都被驱逐过啊。那美国那个自从因为抵近侦察南海啊，美国在去年有1500架次，所以是非常频繁的，几乎每天都有啊。那结果在那次被驱离之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生。所以为什么美国急着要跟中国恢复那个军方的沟通嘛？这个苏利文讲了一段话嘛，说我们要绑安全带啊，不然加速会有危险啊。那结果中国就回苏利文啊，那你不要加速就好了。这样你听懂吧？很有逻辑啊。是啊，美国就说我们这个在空中飞来飞去，有很可能擦枪走火嘛。那中国说你不要来不就好了？这逻辑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美国急着要跟那个中国的军方恢复沟通机制嘛？因为他真的很害怕会擦枪走火。因为很有可能你没有侦查到有歼20在靠近你，隐形战斗机吗？对，就是它可以侦查到的点很小啦，你就有可能真的没侦查到，然后你的飞机就在周边嘛，那当你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侦察机飞的速度绝对远低于战斗机了，所以你怎么撑得住？就是 P8A， 那 P8A 你怎么办呢？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现在就是上次那个尾流着，大家就好好的先回家休息一下。现在没有继续了，先聊一聊天这样。上一次还有那个台海，它不是有军舰介入？对，那也是被驱离嘛。是，一直到现在，只有1艘海警船曾经到台海。是，连海军都这样。因为他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嘛。所以他其实可能就是简单的讲，就你要比他更狠，是这样讲吗？我觉得美国就是说，我希望跟你建立那个空中海中的交汇规则啊，那我们军方就要不断的维持沟通之中嘛。那如果真的发现逼近的情况，你可以临时修正嘛。那中国就不理你啊，中国就说，那你不要来就好了。因为你来这里干嘛？这我家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说比狠没有错啊，比狠，对，比狠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中俄联合舰队到阿留申群岛，那也是比狠啊。对，就你来我也要去啊，就这样嘛。那你自己看着办嘛，
就这个意思。就是我已经决定了我要这样做，然后不然就这样吧。然后就是你来我就把你赶走啊，你来我就把你赶走，不然你再来试试看啊，就这样。你再来试试看，好，就很直接了啦哈，就等于说呢，以前好像我们觉得中方是比较温良恭俭让。现在其实他就很直接的告诉你说，基本上我现在要这样做，我的游戏规则是这样，你有你的游戏规则，我有我的游戏规则，我们彼此呢可以来对一下啊。那你不接受，你想绑安全带，嘿，怎样？这跟那个日本的情况就是，日本他已经制裁中国半导体化合物24种嘛，对，那日本就先公布了，对，因为他比较听美国的话嘛，那中国大陆因为那个加耕者的出口已经8月1号就开始了嘛，是，那日本企业现在都下不来，那日本有人去查，他加耕者的进口大概有差不多40%到50%之间呐，就是从中国的，那你自己看着办啊。所以你说日本政府要不要来跟中国政府谈一下？那你那个半导体化合物你要不要解禁啊？不然我这边就不放了。那日本有2家公司都是加最大的，对，事实上全世界进口加最多的就是日本，那他说今年没问题，那明年就很难讲，就有库存嘛，就这个问题你就快要面对了啦。那半导体化合物一样嘛，中国当然有一些库存嘛，那可是你出手我也出手嘛，那大家要不要来做交易？现在我觉得中国已经学到了啦，就是说，我看只有搞恐怖平衡有用啊，就你这样制裁我反制嘛，然后接下来再来交易啊，不然已经没有招了啦，你就一直防守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你变成要出手了，变成这样。就是防守在这边，然后出手，人家才知道说，哎，这个是个角色，哎，不要这个太惹他哦，不要小看他。那你怎么样来看？美方现在还算不算是一个咖？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因为是我们上个星期其实在这个节目上面就有聊了嘛，哈，惠誉他帮这个美债给降级，好，降了信评到这个 AA Plus 之后呢，现在穆迪是砍了他们的区域银行的信评，然后呢是讲什么？它是2个，一个呢就是它的融资还有它的营业能力啊都不好，然后同时呢还有6家是大的银行是把他们作为一个负向。好，那如果是负向的这样评比之后呢，大家就很担心说，哦，那是不是美国的银行完蛋了？他们赶紧再出来讲，没有，美国银行业很好，好，没有说银行体系崩溃，但是这个呢就是一个信号，希望政府能够了解我们目前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态势。那高盛这边呢也跳出来讲说，其实之后呢，他们认为 Fed 应该要降息，如果再不降息的话，未来2年到期的企业债务会超过是2兆美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没有办法缴，或者是他可能就会在裁员，他可能就会在限缩、缩减等等等，会是另一波可能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您怎么样来看美国的经济？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敢报美股，那个上上下下太多了，要换美债了。那华尔街都一伙的同路人啊！我跟你讲他们的逻辑啦，他讲的逻辑也对了，就过去他们发行过一些固定利率资产的产品嘛，那固定利率资产那个时候利率低嘛，那么现在利率都冲到那么高，那我当然这个借钱调度，我成本变高嘛，这是第一个。对。那第二个是不动产，不动产的贷款利率现在已经拉到了7%以上了，很贵。那你有些人就会逐渐的违约嘛，因为我交不起嘛，不管利息或者是本金利息摊还啊，所以目的主要是在提醒说，你这个不断升息哦，后遗症已经开始出现了，造成金融机构的营收变少，因为它的利息变多，违约开始变多嘛。然后以前的固定利率商品现在也碰到问题嘛，它营收变少，那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无止境这样干啊！所以重点就是高盛，他们是同路人啊，他就是要求联准会降息啊，一搭一唱就是了，一搭一唱。那降息就牵涉到你对通货膨胀的认知啊，因为联准会认为还压不下来嘛，所以他没有办法降息啊。那降息当然大家都知道，股票一定要大涨啊，然后他们再赚一波啊，
不就是这样？那未来危机还是更大啊，不是吗？金融本来就是这样嘛，你要砍在哪个点上嘛，要不然你再降息啊，再降息，那个泡泡就更大，到最后还是会爆啊，因为你这没有解嘛，没有解的啊，就是你降息，那通膨搞不好又上来了，对，因为大家又可以去借钱了，那到时候又乱买，那当然就是泡泡又变大嘛，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联准会是两难啊。选举年会不会也有一点影响？我认为不容易啦，因为坦白说，他升息升那个样子啊，明显是对很多部门是不利的，还不照干。我觉得是联准会卡在自己的逻辑里了。他认为通膨，因为他本来设定的压下来的目标是2%，简直跟做梦一样嘛。美国的通膨怎么可能压到2%？绝无可能的事嘛。所以就是自己的经济模型都错误了，还不改啊？美国现在通膨还是有5%啊。对啊，那你怎么弄？可是5%换成那个贷款利息、房贷就高达7%以上。对啊，所以很多人会担心呢，商用不动产会不会出问题？对不对？那地区银行很多是做商办的贷款啊，所以你就等着银行一家一家爆开嘛，就这样。其实是一个连锁的效应，会慢慢的在产生。对，因为美国的州银行太多了啦，对，它银行大概有6000家所以现在每个月都在倒啊，倒几十家啊，这样就是这样。上个星期我们讲第5家嘛，哈，那慢慢的会，后续会再有一些讯息出来。但是另一个部分呢，就要请教您了，您怎么样来看大陆这一边的一个房市？哈，为什么这样讲呢？来，今天大陆了发现了7月的出口年减14%，说是疫情以来表现最差的。然后呢，再来的话就发现它是连3黑啊，进口呢变年减12%。好，你就问为什么啦？出口进口，其实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半导体科技产业。好，这个部分呢，因为他们在受限于这个最近的一些政策的关系还有国外政策的一些关系，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减少。还有一个部分呢，他们就说的是钢材，还有这个机床进口大幅衰退。那这个部分就会跟房地产啊、跟基建啊这一些是有关系的。那所以呢，后来就也发现说 ，Wall Street Journal 现在讲了。房市最痛苦的时刻还没到，好，因为今天传出来的是这个碧桂园现在可能呢，因为买房，确实在7月份的时候比去年同期锐减了大概30%多，好，所以现在呢，他们有一些资金上面的一些压力，怕会跟之前恒大一样这个大家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心。那想要请教您怎么样来看？因为其实先前呢，他们有曾经讲过要救房市嘛，所以要提振经济。那8月的时候呢，说北上深广的都会叫来一起开个会，那看看怎么样来让这一波疫后经济能够再一次的刺激，让房市可以稳住。您的感觉？这个很难因为他们杠杆做太大了。那因为他不是讲流动性不好，流动性不好就是卖不出去嘛。对，因为很多人预期要降价嘛。那中国大陆那个政府处理的有几个原则啦。第一个就是说你已经盖好了，那已经转到购物人手上，比如说最明显就恒大那恒大已经转到购物人的手上，然后你还没有交屋啦，就是已经到最后阶段。那大概有300-400万户你看它量有多大，都很可怕，非常可怕，很大那政府就决定挺这一块，对，就是挺你已经完成交易了，因为他要稳住中产阶级啊，那个是一个保障嘛，对，信心嘛。开玩笑，那买房几乎一辈子的钱都在里面，对啊，对不对？所以这一块他要稳住可是问题是，有的是买地还没盖那怎么办？我就要逼你切掉，逼你要切掉了，那切掉就要让别人进场来买嘛，那等于就是你就是要卖掉，然后把你的债务做减少嘛，减债了那如果盖了连30%都还没到的呢？就是开始了，但是30还没到。当然因为一直每天都在开卖嘛，有预售嘛。对，那结果只盖了30%，那你要不要继续盖啊？你要继续盖，那钱还要再丢进去对。那可是没有人买啊，那怎么办？最麻烦的就是这一块。所以你如果是黄金地段，你如果是土地，
或者是盖好了商办，那个基本上都有大碗可以进来接，甚至政府接都可以，那如果已经卖给买屋人，那大概建已经建到90以上的，那这个政府保证了。那可是如果其他的呢？其他的就很麻烦啦。所以我认为我讲白了啦，就是到最后一定是要派一个 team 进去做公司重整了，该切的就要切掉了，要卖掉了，然后比如说那个恒大现在在香港已经停牌了，对，停止交易了，那股东就没了。你如果买了他的股票，你就没了。就有些人要亏钱就算了啦，你必须要切啦，没有办法不切啦。那可是你如果说就拉房市，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因为我预期会降嘛，所以我为什么要现在买？看起来是这样，市场上面的讯息是这样，跟一样嘛。比如说李嘉诚最近在香港卖房子啊，7折是啊。7折，因为他那个地段不错，所以有人愿意接嘛。可是他这个就会带动房市，大家看空嘛，认为会跌嘛。对，而且李家超要做那个状况跟这个是不一样，对啊，不一样。可是你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中国大陆也一样有过度供给的问题嘛。对，或者说他过度供给不一定是房啦，而是他买地买太多嘛，他杠杆做太大嘛。那政府不要陪你玩嘛，因为你凭什么给人家做那么大的杠杆嘛？所以我就要到你到这里，我要限制你的贷款的杠杆嘛。可是他如果不再带更多的钱进来，他玩不动了，你知道？现在就是这样啊，我不让你玩了啦，政府出手了，不，你就贷不到钱嘛。对，你贷不到钱嘛。那他以前房市就是不断的在玩杠杆，滚，对啊，那结果要有买方嘛，结果买方变少了嘛，你就卡住了嘛，就他这个整个杠杆转不动，就是因为买方找不到了嘛。那当然利息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利息没有变高了，没有，他不是还给那个首购族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惠啊，对之类的，他其实还是出了一些刺激性的政策嘛。他希望有买方啦，可是现在就是。除非你是急着要这个什么比如说刚生了小孩要买房这样，那人家就宁可先租啊，就观望一下嘛，就这样。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市场上面的一个状态了，就是买方变弱了啦，买方变弱，所以就广义我们叫流动性变差了，所以就反馈回来就是造成它的杠杆做太大。那他撑不下去了，就这样。那如果是想买房，就想问，那你觉得这一波会大概多久的时间？有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曙光？不知道，看不到。现在就是在山洞里，还在山洞里面，看不到前面，还没有一喵喵的光。我跟你讲，它不只是这里发生问题，还有那个外销的订单也出问题了，它出口也在下滑。对，那主要就是欧洲跟美国都在下降啊。是。那这个就不是他能够预期的嘛。那欧美经济不好，一定会联动到很多第三世界。那中国因为跟141个国家都是最大贸易国嘛，所以你所有的订单就很多都变得不确定嘛，就这样。所以不是只有房市在山洞里，不是山洞，隧道。外销订单也是在隧道里，看不到前面的光啊，看不到。目前还没有。OK， 好，那这一波经济的部分之后，我们要再定期的来请这个郭大师来帮我们把脉一下。好，与此同时呢，他刚刚已经帮我们把完了，来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有力脆皮猪，感觉如何？好吃啊！你没看我吃完了。我想请教，热的跟像现在这样子已经放稍微凉一点点的，你觉得差别在哪里？凉的、热的我知道很脆，但是我觉得它凉的不太卡油，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的凉的哈，像这种啊，其实最怕就是会卡油，因为它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是疏肥。气炸锅的最大特色就是把油给消掉了嘛。你好聪明哦，所以吃起来不油啦。你好聪明哦，来。不过热的比较好吃，热的比较好吃哈。低温之后，
然后呢，它会在高温让它变熟，之后呢，它再把它拿进去，整个做烘烤，给它炸，才会你现在看到这个上面这边哈是金黄脆脆的。然后我们特别要推荐大家要是什么？是你在家里的时候啊，像这样子一条拿回去啊哈。其实很方便，你先冰在冷冻库，就少了一个东西啦。什么啤酒啦？冰啤酒要放在旁边啦。拍谁啦？我们录影哈，今晚有一些真哈饮料性的商品，我们等等啊，就如果可以的话哈，我们希望下次可以有这个帮忙来帮我们业配一下，好不好哈？来，有利脆皮猪哈，要告诉大家，在目前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优惠的方案。好，4件组呢，就是像这样子您所看到的哈，那有4条，那呢目前本来是1680，那是在本岛韩运，现在加码折120，所以呢，最后是1560，4条韩运啊，换算下来一条就是不到400块钱，便宜，非常便宜。然后呢，现在你要知道，像这样子一个哈，基本上它是都用云林还有彰化这一边的这个台产的猪肉，那每一只猪他们都是有身份证的，所以呢，猪肉的品质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品质的控管。我们刚刚讲了，它其实呢都要经过3道工法，然后呢，它在中间低温的那个过程，它是用23种的辛香料，然后就长时间一直给它按摩，一直给它按摩，一直给它按摩，才会把这些东西全部让它入味。你看到的才会是这样子，每一个都会是一样的颜色。这个不容易耶，对不对？因为你要做到这么大的一个量，然后呢是全部都一样的颜色，而且你会发现到它的肥瘦比例其实是非常的好的，不会过肥，但是也不会过瘦。你要知道吃这种东西哈。太瘦你会觉得你真的比前子会卖耶，怎么了？很会讲哎，不太瘦你爱加啦，没啦，爱加啦哈，喜欢吃啦哈。太瘦你会觉得干，你知道吗？太肥我们这种女生哈又会觉得负担，不敢吃啊。所以呢，这种肥瘦比例三扎嘛最适合就是它的黄金比例，这个每一条都是有挑过的，所以。绝对放心，不会有这种过肥过瘦的问题。然后呢，同一时间也要告诉大家，冷冻配送。夏天很担心什么？很担心你从菜市场拿回家过程当中会不会太热太怎么样？好，这一次都是冷冻配送，所以呢，品质不用担心。好，这个部分呢，就是要跟大家挂钩紧，跟大家讲，这个部分是我们这个时尚玩家购物网一定会做到的。然后呢，市场上基本上现在应该很少找到比我们更低价的哈，一条不到400块钱。回到家来，简单一个原则哈，7+3什么意思？烤箱或者是气炸锅要先整条进去哦，哈，7分钟，200度，哈，7分钟，7分钟完之后拿出来，切一片一片，然后呢再进去。3分钟，好，7+3，不管是气炸锅或是烤箱，那都是200度。气炸锅是200，好，烤箱是220。烤箱因为气炸锅它是进去之后，它整个在里面，它有一个那个热循环嘛，好，风扇循环，所以它是200。它7跟3都是一样的温度。7跟3都是一样的温度，对，非常的简单。好，晚上如果说呢，像我们亮哥常常会跟我们这个来点评一下时事的时候呢，就是他刚好特别讲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适合配冰啤酒，但是。我们现场不好意思啦，我们这个老少咸宜，所以呢，我们就还没有这个酒精饮料，好，我们还是软性饮料为主。但是呢，跟大家来推荐，这个是我们的有利脆皮猪，哪里买？好，最重要的来聊天室麻烦帮我点进去，第一个连结就是有利脆皮猪的连结。那有兴趣的朋友呢，都欢迎帮我们指教参考一下。先谢谢大家了，今天也非常谢谢亮哥来参加我们的全球大量化。好，同时今天呢有很多的军事啦、地缘战略啦，还有这个经济方面，最后其实亮哥来帮我们点评一下房市。好，最后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这整个影片之后看完按赞，还要再分享出去，让它有更多人看见。非常感谢大家，也谢谢亮哥。我们今天全球大量化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